车市跟房市也有不同之处，真的是有不同之处那差别相当的明显，就是车子怎样，它没有支撑啊。今天一台新车出来了，它就是这样一落地就在跌价，一年比一年还便宜。古董车市场我们就不讨论，古董车市场说什么越放越久，价值越高。像我们在讨论房地产，不会动不动拿一个豪宅出来讲嘛所以那个东西我们不讨论。车子就是不断的折价的过程，一年比一年便宜。所以对消费者来说，买车观望的态度绝对是怎样正确的？为什么？等等党必然胜利就是这样，甚至二手车党必然胜利。就像车子的价格会一路往下走所以你就等嘛那你去买嘛，就是比较便宜的。但房地产不是，房地产是怎样？就是少子化造成绝对的都心化，但是都市的土地又有限所以你等等党，你要把它等到房子往下重挫，你才要进场，真的很困难。闲聊时事货物税修正案，新车省5万，汰旧换新再省5万。消费者买车的3大心态，房市该怎么参考先说结论，为什么会拍这一集？我不是讲房地产，我讲车子是因为车市跟房市真的很像真的很像，某种程度来说比股市还像真的是这样。那就是说消费者只要看到利多就会这样马上就冲，就这样很值得参考。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1年居然可以狂赔2成，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货物税修正案上路了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货物税修正案上路，车商100万元以下车款最有感那内容是这样，就货物税条例已经在今年的9月7号开始实施，买新车可以享有5万元的货物税减征，若汰换10年以上的老车还可以再获得5万元，所以一来一往就是可以帮你省掉10万元这样。然后各大汽车品牌也纷纷推出优惠方案，例如说你上 Sentra 的尊爵版原价是 78.5 万元，搭配10万元的货物税补助跟 4.7 万元的购车金，入手价就会降到 63.8 万元。这不是业配我这种咖你上还不会来找我，只是举例而已，就是说有感降价新车的部分。然后各大车商都是希望在鬼月这样结束以后迎来一波销售的高峰。如果你有在关注一些讲汽车的 YouTube 频道也有讲到这一波的冲击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就是条例出来以前怎样，大家都不看车的就不管了，那条例出来以后消费者就冒出来怎样又怎样的如果你最近有要买车的话可以开始去看车了真的是这样。那如果你想买的是美国车，什么特斯拉之类的，也可以再等等，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到现在还不算实际落地。不过已经有人在讲说，就是认为说那个关税大刀不会砍在汽车上，因为对美国来讲台湾市场那么小，什么有的没的不是重点，这我是打个问号川普就是这样，他美国总统基本上恭维没人改信道，这很夸张很恐怖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车市跟房市的惊人相像之处真的很像那我们也来聊一下车市的状况，其实跟房市真的很像。来，您看这个标题：关税、货物税、民俗月3杀，8月车市下如雪就这几个月的车市也非常的惨月减17%，那年减 14.2%， 创12年来同期新低。其实这很不对劲为什么？因为现在是股市正在创高的时候，对不对？我写稿子的时候台股给它爬过2万6，那个买车子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它的销售可以是创新低的，就怎样？就大家都在等原因之一就是川普关税一直未明朗化，跟货物税的新制规定一直还没出来，所以消费者跟厂商就怎样？就一直观望。观望到什么程度？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这白白的一整块，这码头旁边的台北港全部都是汽车，就这样塞在台北港，在那边风吹日晒雨淋之后再卖给你，这样你看有没有像房市这个建商在行情就未明的时候把你收起来呢？大家不是没有买房的需求，只是看到银行好难贷一堆人就怎样就开始观望起来了，变成说就一大堆库存的房子，对不对？就躺在那边，就像在台北港的新车一样接下来嘞，来你看这个新闻，
货物税新规上路，展间涌入，赏车人潮，和泰、裕隆等积极促销哦。一讲到裕隆就一堆奇怪的留言又会跑出来哦。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是今天主要在讲房市跟车市相像之处。好，来9月7号货物税新规上路，9月8号民间就毛起来看车了，就这样，真的是受到政策的影响非常的大。还有一个地方也受到这个影响很大，就二手车商。二手车商叫苦连天啊，都说倒掉好几间 GG 了。因为新车降价，那我就新车就不需要再管那个二手车，所以二手车掉价非常的严重。那就很像什么？就很像是2023年推出的新青安啊，对不对？2023年8月推出新青安2023年的房地合一税马上就创新高了，就是什么？就大家就毛起来买了。那所以无论是房市或是车市的人热，都是怎么样？有一个共性叫做受到政策极大的影响，真的是极大的影响。最后你要知道，消费者抱持着怎样的心态那我们也来讲一下说，如果我把这个车市的状况拿来借鉴在房地产市场的话，会得到什么结果我是看到3件事情来，第一个，利多的政策是扭转观望的最强诱因就是说房地产市场只要有利多的消息一出来，买家马上就出来，买方就会出来就是这样。车市是这样房市也是一样。例子就是我刚才举的什么新青安明明8月才推出，然后当年的房地合一税就可以直接创新高，你不觉得很夸张吗？这反应是非常之迅速。再来是第二点心理安全感比价格更重要。心理安全以车市来说，这次的货物税减征是5万，对不对？那现在的车不是动不动都100万吗？以上，那其实比较起来是 5% 而已，对不对？那就是怎样？就是这个 5%， 微小的 5% 就明显的影响消费者的行动跟判断，就牵制消费者就对了。就像那个新青安那个利息有补贴补贴完之后是 1.775%， 在新青安推出的时候，新青安也没有很强啊，老实说有些什么军公教的贷款，那就不如不要去用新青安，就用自己的首购就好了。可是就是这种看起来也，当然现在利率差很多所以新青安就变香，这是一回事。我要表达的是，新青安刚推出的时候就是一个一咪咪的东西，可是市场就整个都火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这边岔题出来一下，你不觉得现在车子真的很贵吗？以前都说什么？我小时候我记得都说100万名车千万豪宅，真的是这样我在我阿嬷家看电视的时候，什么100万名车千万豪宅，然后还有一首台语歌说什么那是我有100万有人讲100万请问100万现在能干嘛现在100万大概只能买到中阶车款而已，就真的是这样。如果你买到外国的比方说那个宾士比方说 BMW， 就真的是100可能都没办法处理，真的是好贵那房市也有对应的例子那平均地权条例这个东西生效的时间点是在2023年的6月底，而预售屋的交易量在上路前1个月暴冲将近 1.4 万件，到了7月立刻腰斩，就剩6000多件。你看反应之迅速，就是因为建商跟消费者都会怕说我就不知道这个条例出来之后会怎样嘛，所以要怎样赶快落袋为安。第3点，不想错过的情绪才是促成交易的重要关键，就 FOMO 了这其实就跟我们前一集讲的有点像，就是说现在不上车以后就上不了车的这个情绪，会让这个买方产生非常多的很轻举妄动的行为很多误判。例如说就会买到超出负荷的产品嘛，或是在那边讲说没关系，买贵一点没关系，我买到比较重要在那边瞎买大家就因为看的朋友都上车了自己还没买，赶快去签一间就变成这样。例如你看我画红线的地方近期预售新案已吸引首购换屋主青睐周来客数突破30组，买气大增。也有已购客透露，头期款需300万，爸爸有帮忙就这样。你看才刚说松绑，而且松绑还是单边的松绑，就行政院体系的金管会、银行局而已，央行还没有然后代销东西可以马上就热络起来。你看就是证明什么？市场的需求没有消失，然后就要强压它这样。好，那之后如果上一次的那个央行理事会9月18就解放了，你看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的房价会直接硬生生被往上抬一波，会很恐怖。所以说央行它现在还在踩刹车的角度，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股市又创新高嘛，创新高就落袋为安嘛落袋为安之后要干嘛？
你赚到的钱全部在 all in 回股市哦，你看谁敢哦？大家怎样？先买2间房子再说。所以现在房市还是在树立门槛的阶段，不能直接开放了哦。好，总之就是响应政策哦，有个利多消息跑出来，爸妈又有资源哦，消费者就敢买，就跑出来了。所以说，这真的是车市跟房市哦，有值得互相借鉴的地方。那甚至可以参考接下来车市的情况，因为消费者的心态真的是差不了多少。政策上只要有小小的利多啊，大家就会上了哦，就很诡异。那个也不是说多好的东西，但是就是一种不知道就跟当年性侵案，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认为性侵案是很奇怪的东西。那时候推出的性侵案根本没什么人理他。我老实说，刚开始出来我们就在分析这个政策，因为它叫做新青年安心成家贷款，它是前面有个新字呢，不是讲新竹哦，也不是讲新庄，它是讲说这是新的版本。之前就有啦，叫做青年安心成家贷款，叫青安哦，以前就有800万额度，然后现在调成1000万额度，对我们来说有跟没有一样。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市场就会被撩拨起来，然后星星之火就开始燎原，然后烧出你看2024年年底的这个银行排波问题，就很诡异哦。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什么原因最容易让车市瞬间转热？瞬间一点火它就爆了的那种美国车零关税 ，B 台湾车大降价 ，C 中国电动车大举来台。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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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房市跟车市有相同之处，就是它很容易会被买方消费者很容易会被那个政策挑逗。我认为那个真的是挑逗的等级的程度而已，然后那个买方就会上了，很诡异。那再来车市跟房市也有不同之处，真的是有不同之处那差别相当的明显，就是车子怎样，它没有支撑今天一台新车出来了，它就是这样一落地就在跌价，1年比1年还便宜。古董车市场我们就不讨论，古董车市场说什么越放越久，价值越高。像我们在讨论房地产，不会动不动拿一个豪宅出来讲嘛所以那个东西我们不讨论。车子就是不断的折价的过程，1年比1年便宜。所以对消费者来说，买车观望的态度绝对是怎样正确的？为什么？等等党必然胜利就是这样，甚至二手车党必然胜利。
就像车子的价格会一路往下走啊，所以你就等嘛，那你去买嘛，就是比较便宜的。但房地产不是，房地产是怎样？就是少子化造成绝对的都心化，但是都市的土地又有限，所以你等，你要把它等到房子往下重挫，你才要进场，真的很困难。房子也很奇怪嘛，对不对？就是明明屋龄越来越高，明明所以它的价值应该是一年比一年还要再减低的，实际上也真的是这样。你看你的房屋税单，它上面不是有房屋评定现值吗？我有一个习惯是，我有做一个资料夹，拿到什么就一间房子一本嘛，然后拿到什么就给它分门别类归类好。那个房屋税单你去看你去对历年以来的那个房屋税单的房屋评定现值，真的都是在往下降的为什么房价越来越高？凭什么所以说在房地产市场这边跟车市的对比上，这个要小心车市你可以等，毛起来等等到利多出现你就上。那房市的话你等到利多的时候，哇，那就是你要去跟别人竞争了，真的是这样所以还是要看还是要看。今天这一集就是闲聊啦，就是看说一直讲房地产也是头会晕然后就那边讲看到那个车市，最近朋友要买车来问我们就简单用 AI 研究一下，看到是这样。川普的关税真的是好烦真是好烦伸头一刀缩头一刀，麻烦给个痛快拜托，你那边吊着真的好烦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